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安德森，这位曾担任连线《Wired》杂志主编的杰出思想家，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与传统28定律截然不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看似微不足道的尾部产品和服务，竟然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潜力和文化价值。那么，究竟什么是长尾理论？它如何改变了我们的商业思维和生活方式？它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和机会？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走进长尾理论的世界。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日常的消费选择中，你是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大众化的、流行的产品，还是那些小众的、个性化的产品？或许你会说，这取决于具体情况。但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小众选择，正在悄然改变着整个市场的格局。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长尾理论。简单来说，长尾理论指的是，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推动下，那些需求不旺或销量不佳的产品所共同占据的市场份额，可以和那些少数热销产品所占据的市场份额相匹敌，甚至更大。安德森在书中这样描述，在一个没有货架空间限制和其他供应瓶颈的时代，面向特定小群体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和主流热点具有同样的经济吸引力。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将其与传统的28定律进行比较。28定律认为 20% 的产品创造了 80% 的利润，而其余 80% 的产品则只能带来 20% 的利润。然而，长尾理论却告诉我们，在互联网时代，这 80% 的尾部产品同样可以创造巨大的价值。那么，长尾理论背后的心理学原理和逻辑是什么呢？ 1. 个性化需求的释放。在传统市场中，由于货架空间和库存成本的限制，商家只能选择那些最受欢迎的产品进行销售。然而，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这一限制，使得商家能够以极低的成本提供几乎无限的产品选择。这种变化使得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举个例子，假设你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在传统唱片店，你可能只能找到那些最畅销的专辑。然而，在像 Spotify、Apple Music 这样的数字音乐平台上，你可以轻松找到各种小众音乐、地下乐队，甚至是独立艺术家的作品。这种多样化的选择不仅满足了你的个性化需求，也让你发现了更多你可能从未接触过的音乐类型。2. 长尾市场的形成。随着个性化需求的释放，市场逐渐形成了头部和尾部两个部分。头部市场指的是那些大众化、流行的产品，而长尾市场则指的是那些小众的、个性化的产品。安德森指出，在一个无限选择的世界里，统治一切的不是内容，而是寻找内容的方式。在长尾市场中，搜索引擎、推荐算法和用户评价系统成为了连接消费者和产品的关键纽带。这些工具不仅帮助消费者更高效地找到他们想要的产品，也使得那些原本被埋没在长尾中的产品有机会被更多人发现和购买。3. 网络效应与口碑传播。长尾市场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网络效应和口碑传播。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一款好的产品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博客、论坛等渠道迅速传播开来，形成口碑效应。例如 YouTube 上的许多网红视频、Instagram 上的热门照片，以及 TikTok 上的爆款短视频，都是通过用户之间的分享和推荐而迅速走红的。这种网络效应不仅使得长尾产品能够更快地获得关注，也进一步推动了长尾市场的繁荣。了解了长尾理论的基本概念和背后的原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如何将这一理论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以及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1. 产品多样化与个性化。对于企业来说，长尾理论启示我们要重视产品多样化与个性化。在传统市场中，企业往往将资源集中在少数几款主打产品上。然而，在互联网时代，企业可以通过提供更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例如，亚马逊 Amazon 通过其庞大的在线平台，为消费者提供了数百万种不同的产品选择，从畅销书到各种小众书籍，从大众化商品到各种定制化产品。这种多样化的产品策略不仅吸引了更多的消费者，也使得亚马逊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占据了领先地位。2. 长尾营销策略。在营销方面，长尾理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首先，企业可以通过搜索引擎优化、SEO 和内容营销来吸引那些对特定产品或服务感兴趣的消费者。其次，企业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和用户生成内容 UGC 来扩大产品的曝光度和影响力。例如，许多品牌通过与网红合作，在 Instagram、YouTube 等平台上进行产品推广。这种长尾营销策略不仅能够更精准地触达目标受众，也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好的营销效果。3. 用户参与与社区建设。长尾理论还强调了用户参与和社区建设的重要性。
在长尾市场中，消费者不仅仅是产品的购买者，更是产品的参与者和传播者。企业可以通过建立用户社区、举办线上活动等方式，鼓励用户参与产品讨论，分享使用体验，从而增强用户粘性和品牌忠诚度。例如 Reddit 上的各种主题社区 Subreddit， 以及各种线上论坛和社交媒体群组，都是用户参与和社区建设的典型例子。这些平台不仅为用户提供了交流和分享的平台，也为企业和品牌提供了一个与用户直接互动的渠道。4. 数据驱动的决策。在长尾市场中，数据分析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对用户行为数据、销售数据和市场趋势的分析，企业可以更准确地了解消费者需求，制定更有效的市场策略。例如 Netflix 通过对其用户观看数据的分析，能够更精准地推荐用户可能感兴趣的内容。这种数据驱动的决策方式不仅提高了用户的满意度，也增加了平台的活跃度和用户粘性。4. 经典案例与故事。为了更好地理解长尾理论的应用，我们来看几个具体的案例。1. 网飞的崛起。网飞 Netflix 是一个典型的长尾市场案例。在传统 DVD 租赁市场中，像 Blockbuster 这样的巨头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然而，网飞通过提供更广泛的影片选择和更便捷的租赁服务，成功地开辟了长尾市场。网飞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庞大的影片库，更在于其强大的推荐算法。通过对用户观看数据的分析，网飞能够为用户推荐个性化的影片，从而提高了用户的满意度和观看时长。这种长尾策略使得网飞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全球领先的流媒体平台。2. 乐高的创新。乐高 LEGO 也是一个成功应用长尾理论的例子。乐高通过与各种热门 IP 合作，如星球大战、哈利波特等，成功地吸引了大量消费者。然而，乐高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通过推出各种限量版、定制版和主题套装，进一步开拓了长尾市场。例如，乐高推出的乐高创意 LEGO Ideas 平台，鼓励用户提交自己的创意设计，并从中挑选出优秀的作品进行量产。这种用户参与和社区建设的方式，不仅增强了用户的参与感和归属感，也为乐高带来了新的增长点。3. 独立音乐人的崛起。在音乐行业，长尾理论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数字音乐平台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独立音乐人能够通过像 Bandcamp、SoundCloud 等平台发布和推广自己的作品。例如，Chance the Rapper 通过在 SoundCloud 上发布自己的音乐作品，成功地吸引了大量粉丝，并最终与主流唱片公司签约。这种长尾市场的出现，不仅为独立音乐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也丰富了整个音乐行业的生态。通过以上对长尾理论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长尾理论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概念，更是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它告诉我们，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推动下，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尾部产品和服务，同样可以创造巨大的价值。因此，我呼吁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多去关注那些小众的、个性化的选择，去发现那些被埋没在长尾中的宝藏。同时，我也鼓励各位企业家和创业者积极拥抱长尾市场，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和发展机遇。最后，我想用几句激励的话语来结束今天的分享。1. 不要害怕与众不同，因为与众不同才是你最大的优势。在长尾市场中，个性化才是王道。2. 每一个小众的选择都是一个潜在的市场，不要忽视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需求，它们可能蕴藏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和思考。如果你对长尾理论感兴趣，不妨找来这本书，细细品读，相信它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启示和收获。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